晚上好，今天我带来的是关于睡眠实验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真实事件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科学究竟是为了探索世界的奥秘，还是打开了禁忌之门？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一些实验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边界，它们让人心敬畏，也让人不寒而栗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世界上最诡异的科学实验。请戴上耳机，闭上眼睛，感受每一丝的细节。俄罗斯睡眠实验，1946年，正值二战期间，苏联科学家从监狱中挑选了5名囚犯，告诉他们，如果能坚持15天不睡觉，就能获得自由。这些囚犯被关进一间密闭的房间，房间内配置了基本的食物、水源和厕所，但没有窗户，只有一扇单向玻璃。科学家们可以观察他们，而他们无法看到外界。空气中被持续注入一种实验性兴奋剂的气体，据说能够抑制睡眠，让人保持清醒。最初的几天，受试者们情绪高涨，他们畅谈着自己的过去，甚至计划着未来的生活。他们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实验，但他们并不知道，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到了第4天，受试者们开始出现焦虑感和偏执的迹象，他们的对话逐渐变得奇怪，开始小声嘀咕着一些听不懂的话，眼神也变得飘忽不定。第6天，情况恶化了，他们开始变得极端多疑，彼此之间不再交谈，而是坐在角落里，低声自言自语。他们的眼圈变得深黑，皮肤苍白，宛如行尸走肉。第9天，房间内变得诗一般的寂静，科学家们无法再听到任何谈话声，甚至连脚步声也消失了。然而，尖叫声突然划破寂静。一名受试者
开始疯狂咆哮，用力撕扯自己的皮肤，甚至把自己的肉一块一块的剥下来，露出了血肉模糊的组织。更恐怖的是，其他受试者对此毫无反应，仍旧一动不动地坐在角落里，仿佛这一切根本不值得在意。科学家们震惊了，他们有广播，对房间内的人呐喊，但没有人回应。实验室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默。他们该不该终止实验？到了第4天，实验人员终于忍受不住，决定走进房间查看情况。当他们打开房门，迎接他们的是比噩梦还可怕的景象。房间内的地板上到处是血迹，墙壁被指甲抓得坑坑洼洼，一些受试者的身体被撕裂，内脏散落一地。更恐怖的是，他们仍然活着。科学家惊恐地发现，幸存的几名受试者生物已经丧失人类的理智。他们挖出自己的肠子，手里拿着鲜血淋漓的器官，一边低语着听不懂的语言，一边用扭曲的微笑看着科学家。当科学家试图带他们离开时，他们疯狂反抗，甚至开始撕咬工作人员。他们用尖锐的指甲抓破自己的皮肤，大声叫着：“让我们继续，我们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。”科学家们惊慌失措，他们不得不动用武力镇压这些受试者。最终，只有一个人还活着，他满脸是血，躺在地上，嘴角依旧带着微笑。当研究员问他：“你到底是什么？”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：“我们就是你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黑暗。你以为我们是疯了？不，我们才是最清醒的。”在这之后，所有关于这次实验的记录都被迅速销毁。苏联政府从未正式承认这个实验的存在，它成为了历史上最吓人的都市传说之一。但问题是，它真的只是传说吗？奥斯维辛的死亡实验。
1943年，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，寒风呼啸，囚犯们排成长队，等待着命运的审判。站在队伍前方的是一个穿着纳粹军官制服的男子，约瑟夫·门格勒，人称死亡天使。他手戴白手套，面带微笑，仿佛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医疗筛查，但他的每个动作都决定无数人的生死。右边去实验室，右边去劳工营，左边去实验室。被选入实验室的人往往不会再走出来。门格勒对双胞胎有着病态的执着，他希望通过研究他们的基因，揭开外美雅利安人的秘密。实验进行的极其残忍，它会让一个双胞胎感染致命疾病，然后杀死另外一个人，解剖他们的器官，寻找相同之处。有些双胞胎的血液会被互相交换，以观察是否会发生变化。甚至有些孩子被活生生的缝合在一起，试图制造连体人，但几天后他们因感染、疼痛和绝望而死亡。那些活不下去的孩子会被关进解剖室。门格勒站在旁边，冷漠地记录数据。他的实验从未真正带来任何医学突破，却带走了上千名孩子的生命。在德国的大号基因中，纳粹科学家进行着另一项恐怖的实验——饥寒实验。纳粹军方想知道德国士兵在极端寒冷环境下的生存极限，因此他们将囚犯关进零下数十度的冰水池中，观察他们的死亡过程。当受试者被放入冰水中，他们的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，血液循环减慢，意识逐渐模糊。30分钟后，皮肤变成深紫色，心跳变得微弱，四肢开始失去知觉。60分钟后，大多数人会因器官衰竭或心脏骤停死亡，但实验并为此结束。纳粹科学家想要研究如何最快速让人复苏，于是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。
接投入滚烫的热水中，但剧烈的温差让他们的血管爆裂，瞬间死亡。有的人用火焰灼烧，试图刺激血液循环，但他们只留下娇儿的尸体。最诡异的实验之一是让女人抱着冰冷的受试者，试图用人体温暖他们，但大多数女人看到自己怀里的男人已经死亡时，都崩溃地哭喊起来。最终，这些实验数据被整理成报告，战后竟然被某些国家用于开发低温救援的技术，但这一切建立在无数无辜者的事故上。另一项实验发生在德国的大号集中营，高空气压测试。纳粹科学家们想要研究飞行员在高空缺氧环境下的生存极限，于是他们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低压舱，将囚犯关进去，模拟高空环境。实验开始时，囚犯还能够正常呼吸，但当气压逐渐降低，氧气变得稀薄，他们的身体开始出现可怕的反应。首先，耳朵开始流血，眼球充血，嘴里发出痛苦的呜咽声。接着，氧气导致他们四肢抽离，皮肤变蓝，肺部因压力变形的膨胀。最终，随着气压达到极限，囚犯的肺部爆裂，脑组织从眼眶渗出，死亡。纳粹医生冷漠地记录这一切，甚至在实验后解剖这些囚犯的尸体，寻找死亡机制。这些数据后来被盟军缴获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某些战后航空医学的突破竟然都建立在这些恐怖实验的基础上。除了物理实验，纳粹还进行了大量生化武器的实验。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，因囚犯被迫吸入芥子气，他们的皮肤迅速起泡、溃烂，最终痛苦的死去。在那次维勒集中营，纳粹进行细菌感染实验，将伤寒、鼠疫等致命病菌注射到囚犯的体内，观察疾病的发作过程。这些实验完全没有医学理论，所有受试者都被当成活体，
实验的材料，死后也无人问津。费城的秘密实验。时间回到1913年，二战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。在美国海军的秘密基地费城海军造船厂，一个代号为彩虹计划的实验悄悄进行着。据传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利用电磁场让军舰变得隐形，不仅是雷达上的隐形，而是彻底消失在现实世界中，进入另一个时空。实验的对象是一艘驱逐舰阿尔德里奇号。科学家们在船上安装了高功率的电子设备，准备测试这个史无前例的科技。没人知道这次实验将带来怎样的恐怖的后果。第一次的实验，雷达隐形。1913年7月，美国海军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测试，他们开启了船上的电子装备，强烈的能量包裹了整艘军舰。远处的观察者惊讶地发现，阿尔德里奇号在雷达上完全消失了，就像它从未存在过一样。这次的实验被认为是成功的，但他们并未意识到更恐怖的事情即将要发生。1913年10月28日，费城海军造船厂，这一天，阿尔德里奇号再次启动了实验，所有的设备进入满功率的运行。强烈的蓝绿光笼罩整艘军舰，电磁场波动越来越强烈，然后砰的一声，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，阿尔德里奇号彻底消失了。不仅是雷达上看不到，甚至肉眼也完全无法看到它。军舰消失了，连带着船上的所有船员一同消失在大海之中。几秒钟后，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港，有目击者称，他们看到了阿尔德里奇号的身影，它仿佛穿越了空间，在另一个地方短暂的出现。但这还不是最诡异的地方。7分钟后，阿尔德里奇号突然又消失了。当它再次出现在费城的实验场地时，一切变得诡异无比。当
军舰重现浮现。当军舰重新浮现，船上的士兵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，有的士兵消失了，从此再也没有被找到。有的士兵疯了，他们大喊着：“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！”却无法说清到底是谁来了。更恐怖的是，有些船员的身体和船体融合在一起，他们的手臂嵌在金属甲板中，他们的腿和钢铁全身融为一体，他们的脸上写满痛苦，但没有人能救他们。幸存的船员惊恐万分，他们说自己消失在时间里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。他们说那是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暗空间，时间和空间都扭曲了，他们被困在那里，无法挣脱。实验发生后，美国军方立刻封锁了消息，他们声称费城实验从未发生过，这只是个谣言。而德里奇号后来被调往希腊，他的船员都被禁止谈论任何关于实验的事情。但有一个人打破了沉默。1955年，一位自称卡尔·艾伦的男子寄信给 UFO 研究员莫里斯·杰舍普，声称自己亲眼目睹了费城实验的全过程。他的描述细节和后来曝光的传闻几乎一致，甚至他还声称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就是在这个实验的理论基础。如果军方成功破解了这个理论，他们就能控制时间和空间。但奇怪的是，在他透露这些信息后，他神秘失踪了。有人说他被军方带走了，有人说他因为精神问题住进了疗养院。费城实验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如果费城实验是真的，那意味着人类可能已经掌握了时空旅行的秘密。但问题是，这项技术是否真的安全？如果时光旅行是真实的存在，为什么美国军方从未公开使用它？为什么所有知情者不是失踪，就是被封口？或许某个平行世界里，阿尔德里奇号
依然在迷失，无法回到原来的时间线。光的剥离而象征微观世界的奥秘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看到的世界可能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？你看到的光是波还是粒子？它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吗？如果有人在观察它，他的行为会改变吗？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谜题，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物理现象，它们属于微观世界的奥秘。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实验——双缝干涉实验，它解释了光的剥离二象性，也改变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。从古至今，人类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光到底是什么？古希腊的欧几里得认为，光是一种眼睛射出的射线，让我们能看到物体。牛顿则提出，光是由无数微小的粒子组成的，它们在直线上传播。但与此同时，另外一位科学家惠更斯却认为，光更像一种波动，就像水波一样扩散。那么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？科学家们试图找到答案，直到1801年，一个惊人的实验让世界陷入了更深的迷惑之中。1801年，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·杨设计了一场著名的实验——双缝干涉实验。它的目标是证明光是否具有波动性。实验是这样进行的：他用一道光照射在一块屏幕上，而屏幕上有两条非常狭窄的缝隙。按照常识，如果是粒子，那它们应该像子弹一样穿过缝隙，在后方的屏幕上留下两条直线的影子。但结果让人惊讶，屏幕上没有出现两条直线，而是出现了多条明暗交错的条纹。这是什么现象？只有波才会这样。当波通过两条缝隙时，它们会相互干涉，形成阴暗相间的条纹，就像水波相遇时产生的波峰和波谷一样。这意味着光原来是一种波。这个实验让人们一度相信
牛顿的光粒子的理论是错误的，光的本质应该是波动的。一切似乎已经有了答案，但故事并没有结束。100多年后，科学家们再次重复这个实验，他们发现了一件更匪夷所思的事情。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，科学家们已经能用电子来做实验。他们想知道，如果把单个光子或者单个电子送入双缝，会发生什么？实验开始了。他们把一个个光子或者电子一个接一个的射向双缝，记录它们最后落在屏幕上的位置。如果光子是粒子，按照常理，它们应该穿过某一个缝，并在屏幕上形成2条直线。但屏幕上出现的依然是阴暗相同的干涉条纹。什么意思？这说明，即使是单个光子，也像波一样，同时穿过了2条缝，并发生了干涉。这太奇怪了，一个粒子怎么可能同时穿过2条缝？它是如何知道自己应该形成干涉条纹的？科学家们感到疑惑，他们决定更进一步的尝试观察光子的行为。于是他们在双缝的旁边安装了一个特殊的探测器，想看看当光子穿过双缝时，它到底从哪一条缝过去的。但当探测器被打开后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干涉条纹消失了，光不再是表现得像波，而是像粒子一样，真的只穿过了某一条缝，并在屏幕上形成了2条直线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试图观察它时，它就变成了粒子；当我们不看它时，它就变成了波。这就像光子知道自己正在被观察一样，仿佛它有意识一样，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。这个结果彻底颠覆了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知。这场实验引出了一个让人费解的结论：观察会影响现实。但观察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只是人的眼睛看着光子就会改变行为吗？其实这里的观察并不是指用肉眼看，而是当实验装置试图获取信息时，量子系统的状态就会改变。这意味着在
微观世界里，物质的状态是不确定的，只有当你去测量它时，它才会变成一个确定的状态。这种现象被称为量子测量的。他说，它是量子力学中最神秘，也是最难理解的部分。这是否意味着现实世界的本质是由观察者决定的？如果没有人看它，它的状态是不是就不存在？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确切的答案。光究竟是波还是粒子？答案是，它既是波也是粒子。当你用某种方式去观察它时，它表现为粒子；当你用一种方式去测量它时，它又变成了波。光的本质拥有两种状态，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展现出来，这就是著名的波粒二象性。这种特性不仅仅出现在光子身上，电子、原子，甚至更大的物质也可以拥有类似的特性。这说明我们的世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奇特。微观世界远比我们所知的更加神秘，它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究竟是什么。它告诉我们，科学并不只是冷冰冰的公式，而是隐藏着无数令人惊叹的谜团。那么，现实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？当我们不去看它的时候，世界又是什么样的？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，但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真相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给我留言或者关注我，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祝你晚安，好梦。